除了这些修炼资源之外，还有各种疗伤圣药、滋养补品，包括特殊的铠甲、特制的武器。此时此刻，在楚风的周围分列有序、规规整整地摆放着这些宝贝。眼下的楚风竟在一座庞大的宝库之中，这是什么地方？竟有如此庞大的资源，发财了！这是真的是发大财了！楚风惊得将嘴张得老大，因为他这简直是掉到了一座金山之中啊！哇，楚风，你发财了，竟有这么多玄药！而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也是在楚风脑海响起，并且听他那声音，那叫一个生龙活虎，不但没有一点受伤的模样，反而好像比往常还要健康。淡淡，你醒了，你没事，这可真是太好了！听到淡淡的声音，楚风也是狂喜无比，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淡淡可是为了救他，施展出了禁忌手段，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才坠落到山林之中。是啊，我竟然没事，一点事都没有，好奇怪！楚风，难道不是你救了我？淡淡也同样是满面的不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眨呀眨的，散发着迷茫。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理来说，当时的状况，我们已经必死无疑，怎么会你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还来到这样的宝库之中？对了，我大哥齐风阳去了哪里？他怎么不在？回想起当初的画面，楚风才想到了齐风阳，赶忙站起身来四处寻找，但却根本找不到齐风阳的踪迹，这让楚风不免有些担心。这一刻，楚风突然发现，在他先前躺着的位置，有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那上面只写着几行简单的字体，但却顿时让楚风那悬着的心安稳了下来。齐风阳已无事，你不必惦念。至于这里是何处，你出去后便会知晓。但我劝你，出去之前最好将这里的东西网罗一空，否则你会后悔。这是什么人留下的字条？楚风有些吃惊，他确定自己是被人救下了。不用想了，楚风，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位百曲沟的神秘高手救了你。齐风阳已经被他带走了，而你能来到这里，想必也是他的所作所为。淡淡冷静地分析道：“是他吗？”楚风无法确定，但是仔细想想，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恐怕除了那个人，也当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不管了，先将这里的东西收走再说，不然岂不是辜负了那人的一片苦心？楚风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只为自己和身边的尔博，所以这到了嘴边的肥肉，他自然不会放过。他站起身来，先是向一处墙壁走去，因为这面墙壁上密密麻麻挂的全部都是乾坤袋。这么多宝贝，楚风要收罗，这乾坤袋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里的乾坤袋显然就是为楚风准备的。说时迟，那时快，楚风毫不怠慢，开始风卷残云的收罗这里的宝贝，将自己能用到的分成一波，将自己用不到的分成一波，最后分成了2大包裹，扛在肩膀之上。别看只有2个包裹，但这包裹里面可全部都是小巧的乾坤袋，每个乾坤袋内都是满满的宝贝。由此可以想象，楚风这2大包裹收罗多少好东西。可就算如此，这个宝库内的宝物，楚风也没有尽数收走。当然了，剩下的也都是楚风瞧不上的东西，比如灵药、灵珠之类的，对楚风也没有太大帮助。不要也罢。嘿，这一次可真是赚大了，这么多的玄药，也许我能够突破到玄武境。此刻的楚风兴奋得不得了，那小脸笑得比阳光还灿烂。这么多的玄药，简直是他平生第一次所见。楚风在那金元池内连续突破2重修为，如今早已是元武9重，距离玄武境只差1步之遥。不过楚风也知道，凭借他丹田内那几条神雷的尿性，他想成功踏入玄武境，可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前楚风还对此还犯难，因为若用玄药来突破这一境界，当真是需要极为庞大的量。但是现在这个量貌似已经解决了。楚风觉得，就算将这些玄药全部炼化，无法突破到玄武境，但也绝对不会差太多。突破只是世间的问题。嘿，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给我提供了这么庞大的资源。将这里网罗一空后，楚风便准备走人。他早已确定这是某座势力的宝库，但是却不知道是哪座势力竟拥有如此雄厚的资源。而这里的结界虽然很强横，但是以楚风的手段，从内向外的话是非常好打开的。楚风从宝库内溜出来后，便见到了4个熟悉的身影，正满面慌张地站在自己的面前。那是4个老头，一个个白发苍苍，精神抖擞，而他们正是凌云宗的12护法成员。是你？这4位护法乃是听宝库大门被开启的动静，才赶忙跑过来查看情况的。见到楚风后，顿时露出一张张比楚风还要吃惊的脸。而这一刻，楚风也终于反应过来，难怪那人会留下字条，说楚风不将这里网罗一空会后悔，因为他说的的确在理。这座宝库乃是楚风的死对头凌云宗的资源宝库。好，你个小兔崽子，竟然使用调虎离山之计，趁机来盗取我凌云宗的资宝库，我们今日跟你拼了！这4个老头气得浑身发抖，第一时间冲了过来，向楚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然而楚风只是冷哼一声，丝毫不惧，凭借淡淡的力量涌入全身，楚风已是踏入了玄武3重。意念转动之间，虚空龙吟剑施展而出，有形的压力从天而降，不仅将4个老头的攻击尽数瓦解，就连他们4个老头的本体也是被顿时压成了粉碎，已是一命呜呼，连到残破的神石都没有机会凝聚而出。4个老废物也想跟我拼命？楚风不屑地瞥了4个老头一眼，便向外面走去。一路走来，楚风又见到了一些凌云宗的长老，只不过连4位护法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们又怎能阻拦楚风？最后都落得了同样的下场，被楚风全部斩杀。而经过一番小小的波折之后，楚风总算走出了那资源宝库。此刻浮现在他眼前的，的确是当日百宗大会的举办地凌云宗。楚风自宝库出来后，并未急着离开此处，而是小心翼翼地在凌云宗转悠了起来，因为他从先前那4个老头的那句调虎离山中听出了什么，他想要确定一下，看看是不是艳阳天那老家伙还没有回到凌云宗。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在这凌云宗内大闹一场。因为除了燕阳天，在这凌云宗内将没人能够威胁到如今的楚风，甚至没人能够阻止他。唉，也不知道宗主大人他们现在倒没到青龙宗，战况如何了？这次几乎出动了我凌云宗的全部高手，都是乘坐极品白头雕去的。算算时日，现在应该到青龙宗了。想必那青龙宗早已被我凌云宗夷为平地了吧？哼，他们活该，竟敢和我凌云宗作对，真是找死！楚风刚刚走出来，便听到2名核心弟子正在洋洋得意、满脸解气地讨论自己的宗门。艳阳天去有青龙宗了。这一刻，楚风神情一变，眉头紧皱起来。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一种预料之中，但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可能。于是他不再躲躲藏藏，而是从角落猛然窜出，指着前方的2名核心弟子大喝道：“你们给我站住！谁大呼小叫的？”凌云宗的弟子一个个都是傲气的主，正常走路都不低头，恨不得将脸扬到天上去。尤其是核心弟子，那更是傲气的没边，哪容得了别人对他们大呼小叫的？所以夹带着满腔怒火，这2位弟子猛然转过身来，那副凶恶的嘴脸，活脱脱的能吓死一群小孩。只不过当他们看到那迎面来、面带邪笑的楚风后，却瞬间傻眼了，眼睛还是瞪得那么圆，但早已没了先前的杀气，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一边颤抖着向后退缩，一边指着楚风道：“你，害怕的已经说不出话来。”如今麒麟王府联合凌云宗通缉楚风，楚风的画像早就贴遍了凌云宗，所以无论当初见过楚风的，还是没见过楚风的，都知道楚风的长相。而再加上楚风之前的种种事迹，在青州年轻一代的心中早已留下了一个可怕的影子。如今竟见到楚风，他们怎么能不害怕？差一点就吓尿了。见这2个人似要大声呼喊，楚风赶忙向前一跃，瞬息来到2人身前，用手堵住2人的嘴，邪邪地笑道：“没错，我就是楚风。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你们刚刚说燕阳天去哪了？”凌云宗作为青州的第一宗门，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的人数还是实力，都远非其他宗门可比。凌云宗是众多宗门中真正的霸主，哪怕其他宗门联合，也无法撼动凌云宗的地位。这正是凌云宗的强大之处。此刻，在凌云宗核心地带，一座奢华而宽敞的大殿内，集结着凌云宗核心地带甚至内门的最强长老们，以及如今凌云宗内最优秀的核心弟子们。初步估计，足有数万人。为首的是12护法之中的一位，他站在大殿中心的高台之上，居高临下的俯视四方，高声说道：“青龙宗弟子楚风，杀我凌云宗弟子，暗刺麒麟王府府主，胆大包天，罪不可赦。如今我凌云宗宗主率领我凌云宗的精锐大军，联合麒麟王府，前往青龙宗去斩杀楚风，剿灭楚风的余党帮众，乃是为青州除害。而我等作为如今凌云宗内的核心力量，有义务维护我凌云宗的安宁。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宗主大人没有归来之际，需加倍警惕，以防有人趁虚而入，对我宗弟子不利。护法大人放心吧，就算宗主不在，我凌云宗也依然是青州的霸主，没有人敢来我凌云宗捣乱。没错，就算有人敢前来捣乱，我等也会杀得他们屁滚尿流，让他们知道我等的厉害，让他们知道我凌云宗的威严是不容亵渎的。”这一刻，无论是凌云宗的长老还是弟子，都是自信满满的高呼起来。可就在这时，那紧闭的主殿大门却突然破碎开来。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如同鬼魅般的掠入了主殿之内，来到了高台之上，一脚便将那位护法踹倒在地，将其踩在了脚下。这人正是楚风。只见楚风大臂一挥，一股磅礴的结界便封锁了这座主殿的所有出口，随后将那凌厉的目光扫向诸位凌云宗的长老和弟子，邪恶的笑道：“诸位青州的霸主，咱们别来无恙啊！”楚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许多人大为吃惊，而当他们看清那来者是谁，以及那被踩在脚下的护法之后，却顿时变得惊慌无比，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先前的自信，先前的狂傲，此刻早已不在。快跑！终于有人高呼一声，这些如今凌云宗的精英便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开始玩了命的向主殿的出口狂奔而去。但是奈何，这些出口早已被楚风封锁，楚风布置的结界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铜墙铁壁，这里的所有人都被关在了此处。楚风，你想做什么？这一刻，被楚风踩在脚下的那位护法惊慌无比，大声地呼喊道：“这里的人虽然不是凌云宗最强的人，但却是凌云宗未来的希望，尤其是那些核心弟子们，更是凌云宗重点保护的对象。因为凌云宗日后能否崛起，可都要靠他们。眼下这些人尽数被困在这里，这叫这位护法如何能不担心？毕竟楚风与凌云宗如今早已是水火不容，他出现在此处，傻子都能想到楚风要干嘛。我想做什么？”对于那护法的质问，楚风先是微微一笑，随后猛然一脚将这位护法的脑袋踩了个粉碎，鲜血溅射整座高台。随后，楚风抬起头，将那杀机毕露的目光扫向大殿内那密密麻麻的身影，冷冷的道：“艳阳天正率领凌云宗大军摧毁我青龙宗1000年根基，我只不过是想在这期间给他一个回礼。青龙山脉，青龙宗内战火不断，轰鸣四起，方圆100里内鸟兽皆惊。青龙山脉外也可以清晰的看见那冲天的滚滚浓烟，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微微颤动，仿佛地震一般。这种情况下，青龙宗周边的势力和居民都被惊动了，无论是修武者还是平民百姓，望着远处那被烟尘覆盖的古老山脉，都是感叹连连。唉，这屹立1000年的宗门就这样被摧毁了，日后我等子孙修炼，只能另投他宗了。没办法的事情，谁让青龙宗得罪了凌云宗呢？自作孽不可活，只希望这场战火不要牵连到我们这些无辜之人。这一刻，人们的脸上挂着不同的情绪，
有的感到惋惜，有的感到难过，有的担心这场战火会牵连到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之后，这青龙山脉恐怕再无青龙宗了。他们这方土地的年轻人，若是想要修武，只能走更远的路，去投奔其他宗门。这对于他们来说，当真是巨大的损失。而此刻在青龙宗内，凌云宗与麒麟王府的人马正在尽情地破坏着青龙宗的一切。因为青龙宗的人几乎都走光了，留下的是一些偷鸡摸狗之辈。这青龙宗简直就像一座空城，这哪里有什么决一生死的意思？简直就是在戏耍人玩。他们都被骗了，所以无论是凌云宗的人，还是麒麟王府的人，都很愤怒。唯有疯狂的破坏，才能宣泄他们此刻心中的怒火。尤其是那亲儿子被楚风杀死的林墨离，此刻简直如同暴走一样，凭借着天武境的实力，独自在青龙宗的核心地带破坏着。那些豪华的建筑早已被他轰得面目全非，但依然在被他摧残着。被耍了，被楚风那小子耍了。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们拼命，可我们居然信了。呵，艳阳天站在天际，看着下方那群拼命的破坏人们，他的嘴角却挂着苦笑，脸色异常阴沉。他不是因为被耍了，脸色才如此阴沉，他是因为今日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无法弥补的隐患，才如此阴沉。他知道楚风还会再回来，只不过当楚风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死的一定是他。突然，艳阳天疯狂地咆哮起来，刺耳的声音震荡的天空都是一阵颤抖，连下方的凌云宗弟子和麒麟王府护卫都是难以承受，不由得捂住耳朵，痛苦地在地上打起滚来。许久之后，艳阳天才停止怒吼，只不过此刻的他竟如林墨离一样，脸上布满了怒火，随后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扎入青龙宗内，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青龙宗的一切，借此来平复他那不安的情绪。与此同时，在凌云宗的那座主殿之内，早已是尸积成海，血流成河。楚风还是坐在那座高台之上，他的衣袍滴血不染，坐在那位护法的尸体上，笑望着下方的一切。楚风亲手杀了数万人，这些人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与楚风差不多的同辈中人，皆是修武资质极佳，有者很大潜力的精英，但如今却全部死在了楚风的手中，而楚风却没有因为他们的死而有丝毫的动容。这就是立场问题，无关道德，只有恩怨。在战场上对敌人留情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楚风不是士兵，但这里就是他的战场，凌云宗的人就是楚风的敌人。楚风不会对敌人手下留情，杀他们，楚风不会有一点自责，因为在楚风的心中，敌人就是该死。突然，楚风意念转动，开始有大量的结界之力自他的身体涌动而出，而伴随着楚风的指挥，又有大量的诡异符咒凝聚而出，以特殊的纹路开始在那尸海之上游走。这乃是一座结界大阵，在以闪电般的手段将一座结界大阵布置好后，楚风收起了封锁这座主殿的结界，自高台一跃而下，缓缓地向殿外走去，轻声道：“尽管是敌人，但这一次我送你们一个体面的葬礼。”就在楚风走出主殿之际，那结界大阵开始运转，滔天的火焰便自大阵之中汹涌而出，很快便点燃那些尸体，并且将整座宫殿点燃。快看，主殿者火了！怎么回事？不好了，快去救火！眼见凌云宗最神圣的宫殿者起熊熊大火，凌云宗的许多长老和弟子都顿时慌了神，赶忙向那主殿奔跑而去，甚至敲响了鸣钟，想要救火。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一个杀意正浓的恶魔正握着无形的死神镰刀，等待他们的靠近。这一次，楚风真的是准备要大开杀戒。凌云宗很大，楚风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所以楚风将目标全部锁定在了凌云宗核心弟子与核心长老的身上。他要杀的就是凌云宗的精英，但就算如此，楚风也无法将他们全杀干净。既然杀不光，楚风就选择破坏，开始破坏凌云宗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地方，摧毁金碧辉煌的宫殿，烧毁玄宫武技，用了整整1日1夜的时间，将凌云宗搅得天翻地覆，这才扬长而去。又过了2日的时间，自凌云宗的东边出现了数百只巨大的白头雕，这是凌云宗的精英，他们在艳阳天的带领下，将青龙宗踏平后凯旋而归了。此刻，艳阳天也未飞行，而是独自一人坐在为首的白头雕上，不言不语，闭目养神。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倒是那些长老和弟子们，一个个满脸得意的宣扬着自己的战功。还别说，青龙宗建的还挺大，真想不到以前是座2等宗门。哼，再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被咱们夷为平地，连根毛都没剩。那是在青州得罪我凌云宗，就必须是这个下场。那楚风不是很张狂吗？这次不还是夹着尾巴跑吗？连个影都没看见。几个年轻的核心弟子正在得意的吹嘘着。至于那些长老，虽然没有像这些弟子们这般张扬，但是听到他们说的这些，同样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因为此事传出后，至少会稳住他凌云宗在青州的霸主地位，让所有人都知道与他凌云宗作对会是什么下场。快看，那是怎么了？可就在这时，一名眼尖的弟子突然站起身来，指着凌云宗的方向，极为慌张地呼喊起来：“什么是大惊小怪的？天哪，这……”而当其他人反应过来后，同样是面容大变，无比的吃惊，显得异常惶恐。就连那艳阳天睁开眼后，也是瞳孔猛然一缩，本平静的脸上涌现出不安之容，二话不说腾变空而起，脱离了白头雕后，急速地向凌云宗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拼命地驾驭身下的白头雕，以最快速度向凌云宗赶去。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布满了不安，尽管还没有看清全貌，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引以为傲的凌云宗被人袭击了。天哪，这怎么会这样？
这究竟是谁干的？当艳阳天以及凌云宗的最强精英们赶回，看到此刻的凌云宗后，一个个顿时变得面色苍白，眼中既是愤怒又是悲痛。因为如今的凌云宗虽然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但说其是面目全非，绝不为过。尤其是那最为奢华、投资最大的核心地带，已是被摧残得一塌糊涂。核心弟子与核心长老的尸体遍布各处，一个个惨不忍睹。武技阁、修炼阁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武技被燃烧殆尽，修炼资源竟被摧毁。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尽管死伤的人很少，但是都被吓得不轻，很多人都逃离了凌云宗，生怕被牵连其中，留下的也都在长老们的带领下，正在紧急补救。快救人！救人！艳阳天愣了好久，才缓过神来，大声呼喊起来。而在此之后，这些白头雕上的精英也是赶忙掠到下方，开始对那些还并未死去的人进行施救。只不过在命令他人施救之时，艳阳天却是缓缓从天而降，来到了一处废墟之上，不言不语，陷入了沉默。宗主大人，不好了，我宗的精英弟子和精英长老死了大半，连资源宝库都被洗劫一空，什么都没有留下。几名护法满面慌张地跑了过来，就连他们都无法淡定，因为这一次凌云宗损失实在太大了。培养了多年的优秀弟子和长老，几乎留下的都被屠杀光了，连积攒了数年的资源宝库也被洗劫一空，那些优质的武技也全被烧毁了。凌云宗，堂堂青州第一宗门，竟然被人弄成这个样子。先不说如今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此事若是传出去，将成为整座青州的笑柄。究竟是谁？究竟是谁干的好事？我一定非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艳阳天突然愤怒地咆哮起来，声音传出百里之外，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怒火。宗主大人，宗主大人，知道是谁做的了？知道是谁做的了？突然，几名核心弟子满面慌张地跑了过来，他们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这位是核心地带一位比较有名望的长老，只不过此刻这位长老已是身负重伤，修为不保，性命也是危在旦夕，不过还尚存意识。刘长老，这究竟是谁做的？这一刻还不待艳阳天开口，那几位护法便迫不及待地上前追问起来。是楚风。这位刘长老以及其虚弱的语调说出了楚风的名字。什么？楚风？竟然是他！听到这个名字，在场几人无一不是面容大变。随后一位护法赶忙再次问道：除了楚风还有谁？是齐风阳吗？齐风阳是不是也在？不，没有其他人，只有楚风一个。你们快跑吧，他简直是个魔鬼，是我遇见最可怕的人，他还会再回来的。那个时候谁都跑不掉。说完这句话，这位刘长老脑袋一歪，身子一栽，便彻底的没了气息，已然死去。这一刻，在场之人皆是倒退数步，吃惊的已经难以站稳，其中2位护法更是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脸上涌动着无法形容的惊骇之色，尽是惊恐。片刻之后，人们才从这惊人的消息中缓过神来，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艳阳天，这位凌云宗的宗主，他们心中的主心骨。呵，大敌不除，后患无穷。我艳阳天犯下了一个滔天大错，那就是不该得罪楚风，我凌云宗毁了，毁在了我的手中。艳阳天完了，亲手葬送了此生前程。然而就在这时，艳阳天竟然满面死灰，脸带苦笑的自言自语起来，开始缓缓地向凌云宗外行去。宗主，你怎么了？见状，所有人都吓坏了，因为他们都能看得出，此刻的艳阳天有些神志不清。但是艳阳天可是凌云宗的宗主，他们的主心骨，若是这个时候他都出了问题，那么还有谁能主持大局？他们该怎么办？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然而艳阳天却根本不理会那尾随在身后越来越多的长老和弟子们，只是一路向西行去，直到走出凌云宗后，才突然止住步伐，对身后的人说道：都离开吧，与凌云宗撇开关系吧，不然他还会回来的。那个时候没人能阻止他，没人能够再生孩，凌云宗也将彻底灭亡，甚至你们的家人都会被牵连。说完这句话，艳阳天便纵身而起，向西方天际飞掠而去，任凭凌云宗的众位护法、长老以及弟子如何呼喊，他却连头也不回。今日之事很快传遍整座青州，成为了青州最为轰动性的消息。凌云宗被毁了，被一个少年毁了。这个少年便是前段时间斩杀独孤傲云，获得百宗大会最强宗主称号，又在前几日在麒麟王府刑罚场上单枪匹马独自救走齐风阳的楚风。楚风只凭一己之力，将青州第一宗门摧毁了，无数精英弟子和长老死亡，凌云宗数百年的根基被动摇，就连凌云宗的宗主艳阳天也在这个时候离去，没了消息。这青州第一宗门一时间群龙无首，乱得一塌糊涂，很多弟子和长老都开始背离凌云宗，转投他们，还对外说这是宗主艳阳天临走时对他们的嘱咐，若是不与凌云宗撇开关系，日后迟早会有灭门之灾。这件事太轰动了，不过对于其他宗门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霸主级的宗门根基被毁，天武境的宗主弃宗而逃，这是给了其他一等宗门一个难得的机会。尽管凌云宗还有一些人选择留下，但是毕竟离开的较多，并且修炼资源被毁，凌云宗想东山再起已是绝无可能。这对于青州众多宗门来说，等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争夺第一宗门的时代。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创造这个时代的是一个叫做楚风的少年，将凌云宗毁灭也是一个叫做楚风的少年。凌云宗这位屹立在青州数百年的第一宗门，只因为得罪了这位叫做楚风的少年，
而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灭亡的道路。所谓天下之事，有人欢喜，便有人忧愁。凌云宗被楚风摧毁的消息，令得各方宗门喜悦无比。但作为青州的真正霸主，同样得罪了楚风的麒麟王府，可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府主大人，怎么办？艳阳天已经逃走了，你看我们麒麟王府最为恢宏的殿堂内，林莫离位于首座，王府内有名望、有实力的高手尽在其中。只不过此刻的他们却没了往日那高高在上的傲气，一个个的皆是面露惶恐，极为不安。他们都被凌云宗的事吓坏了，被楚风的行为吓坏了，生怕下一个凌云宗就是他麒麟王府，下一波被屠杀的人中就有他们一个。慌什么慌？别忘了，咱们是麒麟王府，咱们的身后可是江氏皇朝。他楚风就算再胆大包天，也不敢对付我麒麟王府，除非他是不想在九州大陆混。林莫离猛然站起身来，有力的手掌猛然下落，将身下的座椅拍成了粉碎。愤怒的吼声使得整座大殿都是一阵颤抖。还别说，见他这么一吼，殿内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那慌张的神情也是淡然了一些。之后，林莫离又对众人说了很多，比如他将楚风之事已经上告江氏皇朝，江氏皇朝会帮助麒麟王府捉拿楚风，楚风已是自身难保，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早晚会被击杀等等。这些话成功的安抚住了内心动摇的王府高手们，但是这些高手们却没有看到林莫离转身的刹那，那满面的惶恐和极度的不安。在楚风的所作所为传得沸沸扬扬，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之际，在青龙山脉下却有着这样一份净土。李长青等青龙宗精英，楚月等楚家人，还有苏柔苏美一家4口，都在万古坟冢内生活得很好。尤其是楚风将自己在劫走齐风阳又神秘高人帮助下摧毁凌云宗的事情告诉大家后，这里的所有人都开心得不得了。楚风，你小子太厉害了，竟然弄回了这么多宝贝，只是这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老夫真是不好意思收下来。李长青看着眼前那些奇珍异宝，兴奋的喜笑颜开，一脸老褶子挤成一团，跟肉包子似的。因为在他面前摆放着很多好东西，大量的原药，还有特殊的兵刃、护具，这些都是楚风在凌云宗的资源宝库夺来的，如今全部无偿的交给了李长青。宗主，因为我楚风害得青龙宗被夷为平地，10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我的心里实在愧疚不已。这些你收下，我的心里会舒服一些。楚风满面歉意地说道：“你这傻小子，他们摧毁的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我青龙宗的基业全都被转移到了这里，这些才是我青龙宗立足的根本。”李长青将目光投向不远处，那里有着简单制作的架子，只不过在那架子上却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武技和玄功，还有青龙宗的资料名册，这些当真是一个宗门立宗的资本。可是楚风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没什么可是的，这些身外之物是我青龙宗崛起的根本，他们才是我青龙宗崛起的资本。李长青又看了一眼金元池方向，自从进入这里后，青龙宗的所有小辈弟子和长老都在那里进行修炼，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随后，李长青又拍了拍楚风的肩膀道：“而你才是带领他们壮大我青龙宗的希望啊！宗主大人放心，我楚风日后会在这青龙山脉上修建一座更为恢宏的青龙宗，那个时候，我青龙宗不仅是青州的霸主，在九州大陆也会有一席之地。”听得李长青的一番话后，楚风也是解开了心结，信誓旦旦地保证起来。楚风之所以在摧毁过凌云宗后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又返回这里，一是想让这里关心他的所有人知道他楚风没事，并且凌云宗已经难以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二是楚风在经历过艳阳天与林莫离的追杀后，楚风深刻地意识到如今的他在天武境的面前有多弱小，所以楚风想将青龙道人传授他的龙游9天学会。这个武技很玄妙，楚风若是彻底掌握，就算达不到当人，单单那恶魔羽翼的强大速度，但在天武境强者面前，起码也拥有遁走的余地。毕竟楚风要前往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在那里楚风可不会奢望在遇到危险时会好心人出手相救，所以楚风只能靠自己，他必须确保自己拥有一定的保命手段后才能出发。楚风用了整整1日时间，将在凌云宗的夺来的玄药全部炼化，这使得楚风那沉寂许久的丹田再次产生了变化。只不过最终楚风还是未能突破到玄武境，但是楚风也不气馁，这和他预想的相差不大。尽管未能突破，但楚风能感觉到其实相差的已经不多，再弄到一些上品玄药应该就足以突破。此刻楚风在金元池还要深处的地带，这里较为安静，是他修炼的最佳场所。他双眼紧闭，以此来精神控制体内的元力，一层肉眼可见的青色气体正围绕着楚风，它们自楚风体内溢出，相互交汇融合，越聚越多，渐渐的竟形成了一团青色的雾气。那雾气在楚风脚下涌动，将楚风自地上缓缓带起，漂浮在了半空之中，并且越浮越高。不过最为玄妙的是，那青色的雾气在载着楚风向上浮动之际，竟然又在变化，形成了一条似蛇似龙的形态，甚至在那其中能够感到生命的气息。可突然之间，那雾气便烟消云散，楚风也是自半空坠落而下。可恶，这龙游9天也未免太难了。楚风脸色很不好看，这龙游9天的操作难度超乎他的想象，哪怕是他都无法快速掌握，如今连最简单的第一步都不到。可就在这时，阵阵响亮的掌声却自楚风的身后响起。祖师回头观望，楚风发现是青龙道人，正一边拍手一边向他走来，脸上还挂着欣赏的笑意。青龙道人浑身光芒四溢，与平常的神识完全不同，仿佛他还真是个活着，体内隐藏着极其恐怖的力量。厉害！我这龙游9天本是以天力为根本所创造的武技，按理来说只有天武境的人才能学会，
虽然我假设过，若是精神力极其强大，能够将玄力特别集中控制，也能够施展，但我没有想到，你还只是在元武境，体内还只蕴有元力的时候，便可以做到这种地步。青龙道人满脸的赞赏，祖师，难道说现在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修成这龙游九天吗？我能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身法武技，我真的好想掌握。楚风说道。当然是一种很厉害的身法武技，这可是我从秘籍之中演化出来的武技，它的原型可是秘籍。青龙道人微微一笑，随后身体急速飘起，在他那虚幻的脚下，竟然凝聚出磅礴的青色气体，那气体越来越汹涌，最终竟然凝聚成一条巨龙的模样。这条巨龙长达10几米，虽然是由气体凝聚成型，双眼也空洞无光，但是体内却散发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仿佛它本身就具备灵魂。一爪开碎山峰，一吼可震万兽。可这还不算什么，只见青龙道人站在那巨龙的头顶，负手而立，道袍摆动，如同他就是这条巨龙的主人。突然，指着远方高喝一声：“去！”后那巨龙顿时一声怒吼，随后巨爪划过虚空，龙威摆动成风，化作一道流光，竟然瞬息消失不见。天哪，好快的速度！这一刻，就连楚风也被惊呆了，因为在这一刻，他已经丝毫感受不到那青龙道人的气息。可是，在那地藏的深处，楚风还能听到那巨龙的咆哮声，这说明青龙道人的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连楚风的肉眼都无法捕捉。又是一声怒吼，一阵狂风掀起，此风之强，将楚风也是吹得难以站稳，不由得向后倒退而去。而这一刻，那巨龙已是再次出现在楚风的面前，青龙道人仍站在那巨龙的头顶，笑望着楚风。青龙道人挥一挥衣袖，那巨龙便化作一团气体，融入了青龙道人的体内。而青龙道人则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唉，本体不在，根本无法发挥出这武技的威力，不及生时的1/10啊！”什么？这样强大的威势，竟然还是不及生时的1/10？那么祖师活着的时候，将会是何其强大？楚风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随后又狠狠地吞了口水。他真的是被青龙道人的强大手段所震慑到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不愧是当年九州大陆的第一人。楚风，我刚刚给你施展的就是龙游九天，你感觉如何？青龙道人笑问道。厉害，简直太厉害了，是我所见过最玄妙的武技。楚风满脸的羡慕，羡慕青龙道人的实力，也羡慕他能将龙游九天运用得如此自如。我说过，这不过是秘技的复制品，若是我还活着，施展出那秘技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厉害了。不过可惜，秘技在我尸体之内被封住了，唯有你将我复活之后，我才能将它传授于你。在此之前，你还是将这复制品练好吧。青龙道人说道。可是您说了，这龙游九天至少需要天力才可从容施展，我该怎么做呢？楚风求解地问道。当然有办法，我刚刚说过了，你小子精神力很强，你体内的元力质量也很高，二者合一会让你的元力更强，甚至比普通玄武境者的玄力还强。这也正是你战力如此利奥的原因。我现在有一个训练方法，训练你如何更加集中控制你的元力。只要能够彻底掌控好元力，初步掌握这龙游九天不成问题。青龙道人说道。那我该怎么做？听青龙道人这样一说，楚风变得迫不及待，他真的很想掌握那玄妙的龙游九天。跟我来吧。青龙道人淡然一笑，转身向地藏深处行去。见状，楚风也是跟了过去。其实此刻的他激动，因为青龙道人在这地藏之内为他们画了一个可以活动的界限，界限之内是不允许他们踏入的。而一直惦念着地藏宝藏的楚风，自然很好奇那界限之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今青龙道人竟然亲自带着楚风跨越了这一界限，楚风自然很兴奋，因为这说明这界限内肯定有什么。楚风，他们叫这里万古坟冢，那是因为什么都不懂。不过我想你多少应该懂，你应该早就意识到，这是一座巨大的墓葬，是一位绝世高手的葬身之地。我们所在的不过是一个墓葬的入口。地藏根据庞大的体系以及其中的危险系数而分有等级，根据我的亲身验证，这座墓葬乃是地藏等级。青龙道人说道。地藏，尽管早就知道这里是地藏，但是当青龙道人给予肯定后，楚风还是感觉有些吃惊，连如此强悍的青龙道人都被逼到了这种地步，可见这地藏有多可怕。实不相瞒，当年进入此处的人真的很多，几乎集结了那个时代大陆上的所有顶尖高手，不过可惜却无一生还。若不是我得到了那颗神奇的珠子，实际上就算我可幻化为残物，也早都烟消云散，更别提保留如今的实力了。不过楚风，其实当年我们发现了3颗神奇的珠子。突然，青龙道人笑道：“3颗？那另外2颗？”楚风感到吃惊，那1颗珠子就已如此神奇，另外2颗又会是什么模样？不过他更好奇，为何知道有另外2颗？青龙的高人为何没有收取？难道说他无法收取，还是另有他因？这一刻，楚风真的是好奇极了。至于青龙道人，这一次也是卖起了关子。他一笑，对楚风道：“别急，另外2颗珠子，你很快就能看到了。”见状，楚风也不再多问，而是跟随着青龙道人的步伐向深处走去。到后来，在楚风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岩洞世界，辽阔到无边无际，比之那玄武山脉下的岩洞世界还要辽阔得多。但是此时此刻，最吸引楚风眼球的却并非是这辽阔的地底世界，而是在这地底世界之中，竟然有着一座巨大的奇异湖泊。之所以说这湖泊奇异，那是因为这湖泊的一半尽是寒冰，寒冰之后仿佛一直凝结的湖底最深处，且散发极其刺骨的寒意。而在这湖泊的另一半，竟是滔天烈焰，大片的火蛇滚滚翻腾，发出刺耳又凶猛的咆哮，与那另一面的寒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真是冰火同存，活生生的一幅冰火两重天。辽阔的湖泊，一半是寒冰，一半是烈焰，这样诡异的一幕，此刻就展现在楚风的面前。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湖泊？楚风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样的场景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便是那2颗恐怖的珠子所化。当年那2颗珠子可杀死了我们不少人，就连我也是被他们弄成重伤，最终变成今天这副模样。青龙道人解释道：“竟然这么厉害！”楚风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连青龙道人都是被2颗珠子弄死的，那这2颗珠子会有多么凶残？当然厉害。本来我们冲过层层阻碍，斩杀过数指恶灵后，见到那3颗珠子，还以为得到了至宝，不曾想却是一场杀身大祸。不过好在那冰珠和火珠似乎离不开我手中的那颗珠子，所以尽管它们的威力很强，但是在不久后也是失去了可怕的力量，最终落入这湖中，幻化成如今的模样。准确的来说，那2颗珠子已经死了，不过它们的遗骸却还在，并且仍具备一定的威胁，具有特殊的力量。而我要你修炼的地方就是这里。它们虽然已经死去，但是还残留着它们独有的力量。这里寒气与热气共存，会干扰你的精神力，但却有利于你增强对精神力的操纵能力。只要你能够在这座冰火湖上也能随意的控制你的精神力，那你在施展龙游9天应该就不成问题了。好了，开始训练吧。青龙道人说话间便转身离去，似乎不准备亲自指点楚风。不过再走出没多远，又对楚风说道：“楚风，这里是最后的界限，不要再向深处走，那里可是有一些连现在的我都无法对付的家伙。”说完这些，青龙道人便飘然离去了。而好奇心极强的楚风，则是在青龙道人离开后，特意绕过了冰火湖，去看看冰火湖后方究竟有什么。这才终于知道为何青龙道人不让楚风再向前去了，因为在冰火湖的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降魔咒，并且这降魔咒的面积极广，一望无际。这多半说明在那深处有着很强或者很多的恶灵。地藏真是太遥不可及了，眼下还是专心修炼我这龙游9天吧。楚风在这地藏面前，总会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其实在听过玄武遁假术的一番话和青龙道人的遭遇，以及亲眼见到地藏之中2颗珠子所幻化的奇异湖泊后，他越发的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弱小，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卑微。不过楚风也不气馁，毕竟他如今还年轻，只要肯努力，肯创造机会，变强不过是时间问题。于是楚风开始向那座奇异的冰火湖行去。这东西还真是诡异，还未靠近，楚风便感觉到了2股奇异的气息扑面而来，一股是刺骨的寒气，一股是灼热的热气。这2种本不该互存的气体，竟奇异的融合为一体。不过好在楚风还是能够抵挡这种诡异的气体。最终楚风走到了那湖面之上，虽然楚风的肉身能够抵挡着诡异的气体，但是他的精神力可就被这气体干扰，变得难以控制起来。如青龙道人所说，楚风真的被这里的特殊能量所影响了。作为一名灰袍界灵师，精神力本极为强的他，竟然无法集中精神力。不过这也正是青龙道人所要楚风做的训练，那就是在这冰火湖上控制自己的精神力。若是能够成功，那么楚风对精神力的掌控就会更进一步，也就有机会施展出龙游9天了。就这样啊，从这1日起，楚风每1日都会来这冰火湖上进行训练，而这一训练便是1个月之久。这可以说是楚风为了修炼一门武技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次。不过好在这1个月的时间，楚风并没有白费。从最开始的无法凝聚精神力，渐渐的可以简单控制，如今楚风已经能够在这冰火湖上自由的控制自己的精神力。成功了，总算成功了，终于能在这里随心所以的控制自己的精神力了。此刻的楚风站在那冰火湖的中心地带，一边是刺骨的寒冰，一边是翻腾的火焰。楚风将元力萦绕在周身，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护盾，阻挡着寒气与火焰侵蚀自己的身体。突然，楚风意念一动，精神力便如潮水一般自他的脑海扩散而出，向下方的冰火湖探测而去。楚风在成功掌控对精神力的操纵后，并没有急着去修炼龙游9天这门玄妙的武技，而是想要仔细的感应一下这有2颗恐怖的珠子所幻化的冰火湖。楚风的精神力穿透了火焰，穿透了冰层，直入深处，而越是深入，楚风越能感觉到那刺骨的寒意和恐怖的热气越来越浓烈。糟糕！突然，楚风的双眼猛然睁开，整个身体都是不由一颤，眼神之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惶恐与不安。因为就在他的精神力直达湖底深处之际，他感觉到了2个生命体，那生命体仿佛沉睡了1000年之久，但是因为他的精神力却突然苏醒了过来。就在这时，楚风的脚下传来一声巨响，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力量也是冲天而起，强大的力量将楚风直接带到了半空之中。与此同时，在楚风的四周还萦绕着满天的冰块以及汹涌的火焰。这座尘封1000年的冰火湖复活了！糟了，我似乎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这一刻，楚风不用多想，已是知道发生了什么。显然是当年那2颗恐怖的珠子并没有死去，而是沉睡在了这湖底之中。楚风刚刚无意之间已是将他们唤醒，想到那么多高手都死在了这2颗珠子手中，就连青龙道人也被他们杀死。楚风根本来不及多想，赶忙在半空之中调整身体，将御空术施展而出，开始急速地向青龙道人所在的方向奔跑而去。可是楚风还没有飞出多远，身后便又是一声巨响传来。与此同时，一股极寒、一股炙热的2道气息也是一同自湖底飞出。回头观望，楚风双瞳猛然一缩，脸上涌现出惊骇之色，因为他能够看到一颗蓝色的珠子和一颗红色的珠子，如同2只魔鬼的眼睛，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他飞奔来。楚风，快将你的身体交给我控制，不然以你现在的速度，
是根本无法逃脱他们的追赶的。眼见大事不好，蛋蛋开始呼喊起来，不，来不及了。但是楚风却已是面如死灰，因为他能够清晰地看见那2颗恐怖的珠子，几乎在眨眼之间便已来到了他的身前。这种速度，哪怕是蛋蛋也根本无法摆脱的。就在这时，那2颗珠子已是轰在了楚风的身体之上，强大的力量将楚风从半空之中直接轰落在地，在这特殊材质的地面上砸出一道深坑。可恶，这2个东西竟想进入我的身体！2颗珠子真的具有生命，明明只是鸡蛋大小的圆形珠子，此刻却如利刃一般刺破了楚风的原力护盾，闯入了楚风的肉体，并且正向楚风的丹田飞掠而去。这一刻，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有2股力量想要占据他的身体，夺走他的意识。那不是淡淡的，显然是这2颗恐怖珠子的。这2颗珠子并不是单纯的想要杀掉楚风，他们是想控制楚风。这2颗珠子太恐怖了，一颗蕴含着冰冻一切的寒意，一颗蕴含着燃烧一切的火焰，并且还具有生命。说不清他们是什么，就像2只身份不明但却异常强大的怪物。楚风在他们的面前极其渺小，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闯入自己的丹田，那凝聚着他修为的圣地。可突然之间，楚风丹田之内那盘踞不动的8条雷霆巨兽却如同觉醒一般，散发出不属于这片天地的可怕气息，在丹田内席卷而起。当那股气息席卷而出后，2颗快要闯入楚风丹田的珠子竟如同受到惊吓一般，赶忙自丹田内跑了出来。不过他们虽然离开了丹田，却没有离开楚风的身体，寒意与炙热交织，席卷楚风的全身各处。这一刻，楚风只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似乎是那在他血液中的金色雷霆也在对抗着2颗珠子的力量。只不过在2股力量的对抗下，楚风却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那种痛苦让楚风的疼得撕心裂肺，满地打滚，不断的用自己的身体轰击着地面，砸出一座座大坑，且大声的哀嚎着：“楚风，你怎么了？”就在这时，2道倩影自远处跑了过来，是苏柔和苏美姐妹。这对姐妹花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个饭菜。自从楚风开始在这里修炼之后，她们这对姐妹花每日都会来为楚风送来可口的饭菜。只不过此时此刻，当她们看到这样的楚风后，却是吓得脸色苍白，手中的饭菜丢在了地上，开始奋不顾身的向楚风奔跑而来。小柔、小美，不要过来，快跑！见状，楚风赶忙呵斥2人。尽管他不知道那2颗珠子为何想占据他的身体，但是他知道这2颗珠子肯定有他们的原因。眼下既然占据自己的身体不成，这2颗珠子就一定会想要去占据他人的身体。这个时候，苏柔和苏美靠近，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样。果不其然，听到苏柔和苏美的声音之后，这2颗冰火珠子竟自楚风的体内飞奔而出，向苏柔与苏美飞掠而去。速度之快，只见2道红蓝光芒划空而过，苏柔与苏美便应声倒地。小柔、小美眼见苏柔和苏美倒在地上，开始痛苦的尖叫起来。楚风也不顾得自己的伤势，赶忙站起身来，跑上前去。小柔、小美。而当楚风来到近前，看到此刻的苏柔和苏美后，那本就紧张的神情更是变得无比惊慌起来，甚至鼻子一酸，双眼都泛起泪光。因为此刻的苏柔那本雪白的肌肤已是变为了蓝色，并且在那蓝色的肌肤上还凝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冰霜正在扩散，蔓延到了苏柔的长裙，将她整个人都冻结了。至于苏美，同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洁白如雪的肌肤早已变为了火红之色，甚至自她的体内散发出层层热气，2人的脸上都布满了痛苦之色。看着自己心爱的2个女子承受如此煎熬，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楚风如何能不痛心？在内心大声地呼喊道：“蛋蛋，蛋蛋，快想想办法，怎么才能救他们？快帮帮我！”而相比于楚风的惊慌失措，蛋蛋却显得异常平静，简直是平静的有些不正常，以一种很不甘心的语气对楚风劝道：“没有办法，这2个东西太强了，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镇压他们。他们是要占据苏柔和苏美的肉体，借他们的肉身为容器，想要残存下来。你快走吧，楚风。现在他们2个的意识已经模糊了，很快就会被瓦解。等他们的肉身彻底被占据之后，他们就会彻底死去。那个时候占据了他们肉身的2个东西，一定会杀了你。不行，我不能走，我怎么可以抛弃他们2个不管？”然而楚风不但没有逃走，反而是大臂张开，将地上的苏柔和苏美紧紧地抱在了怀中。这一刻，一面是刺骨的寒气，一面是炙热的热气，哪一个不好受？哪一个都能伤到楚风的身体。但楚风却越抱越紧，因为这身体的痛楚远不及他内心的痛苦，那种面对心爱之人被一点一点吞噬，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楚风。就在这时，苏柔竟然开口了，她的嘴唇满是冰霜，说话的声音极为沧桑，但还是对楚风劝道：“你快走，我感觉我的身体要被某种可怕的东西占据了，我怕它会伤害你。”楚风，我好热，好像被火烧一样，有一团火焰进入了我的丹田，正在吞噬我的身体。楚风，你快放开我会烫伤你的，离我远一些。与此同时，苏美也是发出了虚弱的声音：“不，我不会走的，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楚风非常坚决，任凭左边的衣服被烧成灰烬，肌肤被一点一点烧伤，任凭右边寒气入体，连骨骼都被凝结成霜，但他却将怀中的2位美人越抱越紧，没有丝毫悔意。楚风，你这混蛋，你要死我不拦着你，但你不要拖着本女王一起死。见楚风竟执意寻死，蛋蛋疯狂地咆哮起来。听得蛋蛋的呼喊，楚风极其为难，他舍不得苏柔和苏美，也不想蛋蛋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糟了，这2个珠子竟然还存活在世，我真是疏忽了。突然，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楚风抬头观望，不由大喜，是青龙道人。此刻的青龙道人脚踏青龙，身上的道袍无风自动。看到苏柔和苏美的状况后，虽然很是吃惊，但却并未太过慌张，大有顶尖强者之风范。楚风，让开！青龙道人高声喝道。楚风也不敢怠慢，赶忙放开了怀中的苏柔和苏美。就在这时，只见青龙道人大袖一挥，一层蓝色的结界便凝聚而出，夹带着奇特的纹路，分别将苏柔与苏美包裹起来。紧随其后，青龙道人对着虚空连写2个风字，那风字由符咒凝聚而成，在空中竖立，如同具有生命。只见青龙道人指着苏柔与苏美，轻喝一声“风”，那2个风字便分别落在了苏柔与苏美的结界之上。这一刻，苏柔与苏美的表情竟然不那么痛苦了，仿佛体内的恐怖珠子得到了控制一般。不错，楚风，你这个开宗祖师的结界手段还可以。我猜他如果活着的话，绝不会是简单的蓝袍界灵师，应该无限的接近了紫袍界灵师的层次。淡淡难得的赞赏道。而楚风也是被青龙道人这一手所震慑到了。同为界灵师，楚风先前面对苏柔与苏美的状况，选择的却是跟他们一起死，因为除了这样，他根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非常的无力。可是青龙道人如今已经没有肉身，只是一道神识的青龙道人，却凭借自己的界灵之术，暂时性的压制住了2人体内的珠子。不得不说，这就是实力的巨大差距。还好，这2颗珠子虽然并未死去，但却远不及当年强悍。不过就算这样，也不是我能够压制住的。要想将他们控制住，还要靠那颗珠子。青龙道人说话之间，大袖再次一挥，一阵劲风自楚风脚下升起，将他与苏柔、苏美一同吹到了半空，落在了那条巨大的青龙之上。只听巨龙一声龙啸，楚风便感觉周围的画面变得模糊。不过片刻的功夫，竟然回到了众人休息的地方，来到了青龙道人遗骸所在的水晶棺前。这一刻，青龙道人抬手一掌，竟将那保存自己遗骸的水晶棺轰成粉碎。与此同时，青龙道人遗骸上的珠子也是绽放出极其耀眼的光华。祖师，您这是？见青龙道人一出手就毁掉了自己的棺材，楚风满面的疑惑。不过后来他终于知道青龙道人要做什么了。在将自己的水晶棺轰碎后，青龙道人以娴熟的手法开始布置结界阵。这不是简单的结界阵，而是一座结界封印阵，一种非常高级的封印阵，高级到楚风只能看出这是什么阵法，但却根本无法触及的封印阵。哪怕知道布置方法，但却也根本无法布置出的封印阵。将这座封印阵布置完毕之后，青龙道人便分别将苏柔、苏美放在了自己遗骸的2侧。随后催动这封印阵后，那珠子散发的耀眼光华竟然转化为实质，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水晶界面，将苏柔、苏美以及青龙道人的遗骸笼罩在了其中。楚风，尽管那2颗珠子的力量不如以前强大，但是凭借如今的我，也是根本无法彻底压制他们，就更别说将他们从苏柔和苏美的身体内取出了。我将他们封印，是眼下能救他们唯一的办法。不过以我的力量，虽然能够暂时将他们体内的生机封锁，但却也只能保证他们在这封印阵内存活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现在解开这座封印阵，他们可能马上就会死；但若是彻底封锁这座封印阵，2年后的他们也会死。现在你就给我剧痛快话，你选择让他们马上死，还是给他们2年的时间？青龙道人凝重地问道。不，我不想让他们死。楚风被青龙道人的话吓到了。我让你选择，是现在还是2年后？快说！你若不说，我现在就解开封印，将他们与那2颗珠子一同毁掉。青龙道人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要封印他们，先保住他们的性命再说。见状，楚风彻底慌了，赶忙祈求道：“这就对了。”这一刻，青龙道人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双臂张开，又马上叠加，自其体内竟涌现出数道粗壮的锁链。那锁链不是普通的锁链，而是透明的锁链，是由结界凝聚而成。此刻正夹带着哗啦啦的响声，向那水晶界面缠绕而去，最后缠绕的密密麻麻，几乎将整个水晶界面遮蔽，只能自缝隙看到其中的苏柔与苏美。最终，青龙道人又刻画了一个巨大的风字，落在那庞大的封印阵上，这才总算将这封印阵彻底封锁住。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凑了过来，紧张地看着青龙道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苏痕和苏龙，那脸色很是难看。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但却没有人敢上前过问，只是静静地看着。楚风，你还是年纪小啊，记住，男子汉大丈夫，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要临危不乱。实际上，我根本没把握将那2颗珠子毁掉，所以就算你不选择封印，我也会将他们与那2颗珠子一同封印。但是我刚刚之所以那么问你，就是想让你有过这种难忘的经历，选择亲近之人生死的经历，因为在你下次面临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会轻松一些。青龙道人对楚风说着，对于他来说，仿佛就像在对楚风上一堂课。至于苏柔与苏美的生死，他并不关心。祖师可有什么方法能救他们？可是对于楚风来说，他眼下最关心的却是如何能救苏柔与苏美这对姐妹。几乎不可能了，珠子会一直被封印，但是他们2个不吃不喝的在这其中，以我的能力，只能保证他们存活2年。2年内，他们必死无疑。除非……青龙道人迟疑了一下，除非怎么样？楚风焦急地追问道：“除非你能在这2年之内成为一名紫袍界灵师，只有这样才能将那2颗珠子从他们的体内取出，否则他们必死无疑。可是你有把握在2年内成为紫袍界灵师吗？说实话，哪怕你天赋再高，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青龙道人所说的话，多少有些打击楚风。这一刻，楚风也是满脸的复杂，不再言语，因为要他在2年内成为紫袍界灵师，他也的确没有这个把握。楚风，别气馁，
2年之内成为紫袍界灵师的确很难，但是你以你的资质成为蓝袍界灵师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你还记得戒州被困在修罗鬼塔内的那只妖兽吗？别忘了，他可是一位紫袍界灵师，并且他可是有求于你。只要你能成为蓝袍界灵师，说不定就能帮他脱困，到时候再请他帮忙救苏柔和苏美，不就可以了吗？就在这时，蛋蛋凝重地提醒道：“没错，蛋蛋，你说的很对，小柔与小美还有救，只要我拿到那妖兽留下的东西，也许很快就能成为蓝袍界灵师，到时候将他救出来，再请他帮忙救小柔和小美就可以了。”听到蛋蛋的提醒后，楚风也是恍然大悟，那本面如死灰的脸庞顿时涌现出一抹希望。楚风，你该不会真的觉得你能在2年内成为紫袍界灵师吧？见楚风的眼眸之中涌动出一丝希望之光，青龙道人却是眉头微微皱起，因为他用尽一生时间都未能踏足紫袍境界，所以深深知道那个境界有多难。他并不怀疑楚风可以成为紫袍界灵师，不然也不会委托楚风帮助自己。只是2年的时间，那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祖师，2年的时间，我的确无法成为一名紫袍界灵师，但是我会尽力去想其他办法，解救苏柔与苏美2人。他们2个对我太重要了，我必须要救他们。而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还请祖师能够好好照顾我的这些亲人。楚风说话之间，将目光扫向了四周围观的人们。你放心好了，只要有我在，没人能伤得了他们。就算她们姐妹俩在这2年内，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只不过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能救他们，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在救他们的前提下，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否则一切都是枉然。青龙道人劝告道：“祖师放心，弟子心中有数。”之后，楚风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势，跟众人讲述了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才与之人们一一告别，离开这万古坟冢，正式的离开了此处，踏上一条充满未知、危险，但却必须去走的道路，那便是前往秦州。九州大陆共分为青州、唐州、宋州、明州、汉州、随州、界州、元州和秦州。这秦州距离青州较远，在这中间要跨越一座界州才能抵达。至于楚风为何要去秦州，那是因为修罗鬼塔内的妖兽告诉过楚风一个能够锤炼精神力的宝贝，而那宝贝便在秦州。楚风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寻得那宝贝，将自己的精神力进行锤炼，使得自己早日成为一名蓝袍界灵师，然后再返回修罗鬼塔，与那位妖兽里应外合，将他救出后，再请求这只神秘莫测的妖兽帮助自己，去将苏柔与苏美姐妹从那2颗珠子的手中救出。虽然这个计划看着很简单，但是楚风知道这其中定有千难万险，因为首先那藏匿宝贝的地方便是一个不祥的地方，叫做万妖山，就要离开这里了，不知道下次再回来会是什么时候。楚风坐在白头雕上，望着下方熟悉的土地与景色，思绪复杂万千。这一次与上次前往界州不同，上一次只是单纯的去考取灰袍界灵师的资格，但是这一次的任务显然更重，离开的时间也更久。楚风要不要向界灵公会求助？虽然他们那里也没有紫袍界灵师，但是相信也能够帮到一些忙。淡淡说道：“不，我与界灵公会并不熟，怕他们见到那妖兽留下的宝贝，兴起贪念，占为己有。”楚风回道。听得楚风的话后，淡淡也感觉很有道理，随后笑嘻嘻的道：“看来你小子又成熟不少嘛，本女王果然没看错人，你小子会有前途的。”淡淡是个开心果，知道楚风心事沉重的他，一路走来不停地安慰楚风，逗楚风，使得楚风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也增添了许多自己能够救苏柔与苏美的信心。这股气息，可是就在楚风将要离开青州境内之际，他却突然眉头紧皱，赶忙驾驭小白向远处的一团白云钻去，因为楚风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正在靠近。果不其然，就在楚风躲入那片白云之后，不远处的天际竟然传来声声巨响，那声音似是雷鸣，但更像是万马奔腾的声音，在空中奔腾的声音。天哪，那是楚风虽在白云之中藏匿，但还是能够看到外面的一切。这一刻，他惊愕地发现，在那天际的尽头，竟出现大批的人马。行走在天际的人马，这群人足有近万，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一件金色的衣袍，那是衣袍并非铠甲，但却比铠甲还要华丽，比铠甲还要坚固。而在这近万人的身下，每个人都骑着一匹骏马，这马比普通的马匹要高大许多，并且长得也异常的霸气，犹如马中之王，带有不凡的气息。最主要的是，这些马匹竟然能够御空而行，且速度极快。不过这还不算什么，除了这些能够御空而行的马匹外，还有一辆巨大的金色战车，拉着战车的并非马匹，而是巨兽，能够御空而行的巨兽。如果楚风没有猜错，那应该是达到了天武境的妖兽。一只天武境的妖兽竟然被人驯服，成为了拉车的奴隶，这未免也太过让人吃惊了。而当楚风将目光投向那一面面飘荡的战旗之后，楚风终于知道了这群人的来路，因为在那雕龙画凤的金色战旗之上，写着4个大字：姜氏皇朝。